我们都听过一句话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，在于如何度过下班后的8小时。但一个更残酷的真相是，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差距，恰恰是在上班的8小时内，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拉开的。同样是打工，为什么有的人练就一身本领，随时可以转身跃迁，而有的人却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，被温水煮青蛙，直到35岁的警钟敲响，才发现自己除了工龄一无所有。这背后的根本原因，不在于你是否努力，而在于你对工作的定义。你是在用时间换取一份月抛型的薪水，还是在进行一场精心布局的价值积累？在讲透这件事之前，我想先与你分享一个好莱坞的传奇故事。主角是哈里逊·福特 （Harrison Ford）。在成为《星际大战》里那个玩世不恭的韩·索罗 （Han Solo） 和印第安纳·琼斯里无所不能的琼斯博士之前，哈里逊·福特是一个在好莱坞苦苦挣扎、几乎被遗忘的演员。上世纪70年代，他签约了电影公司，却只能演一些无关紧要的龙套角色。微薄的薪水根本无法养活他的妻子和2个孩子。为了生计，他做了一个看似偏离演员梦想的决定，重拾少年时自学的木工手艺，成为一名专业木匠。这不是一个草率的决定。福特对待木工有着近乎苛刻的专业精神。他阅读了大量专业书籍，潜心研究各种木材的特性和毛损结构。他的手艺精湛，做工考究，很快就在当地小有名气。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修理工，而是一位能创造出艺术品的匠人。然而，他最聪明的地方在于，他选择了在哪里做木匠。他没有去普通的社区，而是凭借朋友的介绍，将自己的客户圈定在了好莱坞的演艺圈。他为崭露头角的导演乔治·卢卡斯 （George Lucas） 建造过橱柜，也为大导演法兰西斯·科波拉 （Francis Ford Coppola） 扩建过办公室。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当其他演员在市境室外焦急地等待机会时，福特正以一个专业木匠的身份，自由出入好莱坞最有权势人物的家和办公室。他一边测量、切割、打磨，一边与这些导演、制片人建立起一种基于专业和信任的独特关系。他们欣赏的不仅是他的手艺，更是他那份不卑不亢的匠人气质。机会就在一次木工活中悄然降临。当时，乔治·卢卡斯正在为他的科幻电影《星际大战》选角，他请福特来工作室帮忙安装一扇门。为了节省时间，卢卡斯顺便让他帮忙搭词，与前来试镜的演员们对戏。福特一边干活，一边念着韩·索罗的台词。念着念着，卢卡斯和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。他们发现，眼前这个满身木屑、语气带点嘲讽和不羁的木匠，根本不是在念台词，他就是韩·索罗。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。哈里逊·福特凭借《星际大战》一飞冲天，成为好莱坞的顶级巨星。回看他那段长达10几年的木匠生涯，那真的是在消耗他的演员梦吗？恰恰相反，那是在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滋养他的未来。他的木工活不是一份简单的体力劳动，而是一场顶级的价值积累。他积累的不仅是养家糊口的薪水，更是无可替代的信任。他用匠人精神赢得了顶级圈层的尊重。持续在场的机会，他始终保持在核心圈的能见度内。从容不迫的心态，有一技之长傍身，让他面对机会时，没有那种孤注一掷的 desperation 绝望感。哈里逊·福特的故事完美地诠释了一个深刻的职场法则：职涯复利。这指的是你的工作是否能在创造当下价值的同时，为你的未来积累能力、资源、人脉或作品，并让这些积累产生复利效应，持续为你增值。这引出了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回答的问题：你的工作
是消耗型还是积累型？消耗型工作，其本质是将你最宝贵的时间加注意力加身体打包折现，换取短期的薪水。它的核心特点是不可复制、不可迁移，没有复利。今天停下来，明天收入就归零。这就像是挑水喝，挑一天喝一天。积累型工作则是将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转化为未来价值的基石。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在为你构建一个别人无法轻易复制的个人系统。这就像是挖井，虽然过程辛苦，但一旦挖出水，它就会源源不断地为你供给。福特的木匠活表面看是消耗型，但他用自己的智慧硬是把它变成了一份顶级的积累型事业。这告诉我们，工作的性质是消耗还是积累，往往不取决于行业或职位，而取决于我们自己。你如何定义你的工作，以及你如何在工作中定义你自己。大多数人都无法像福特那样一开始就拥有选择的权利。我们都需要从一份看似普通的工作开始，但真正的高手懂得如何反向压榨公司，在一个看似平凡的系统里完成自己的进化。第一层修炼，在任务中修炼可迁移的底层能力。你的日常工作是你最好的免费健身房。领导让你汇报工作，你的目的不该只是交差，而是要借此修炼你的结构化表达能力。如何用3句话讲清一个复杂问题？如何用数据支撑你的观点？这种能力，无论你将来做什么，都价值千金。老板反复让你修改方案，你的惯性不该是内耗和自我否定，而是要借此修炼你的快速反馈和情绪调节能力。如何在压力下保持冷静？如何从批评中精准提炼有效信息？这份心力是未来担当大任的基石。董宇辉在新东方时，只是一个普通的授课老师，每天要讲10几个小时的课，但他没有把这当成消耗，而是在这个过程中，至少修炼了3大底层能力：汪洋恣肆的语言表达能力，面对万人的情绪控制力，以及对舞台的超强适应力。这些能力在日后直播带货的卖场上实现了无缝迁移，最终成就了东方甄选一夜爆红的奇迹。李诞在进入脱口秀行业前，在广告公司上班，每天被客户的修改意见折磨，但他也在无形中修炼了顶级的文案策划能力和对内容的敏感度。这份积累最终让他打造出脱口秀大会这样的超级爆款。记住，工作任务是领导安排的，但时间和成长是你自己的。高手眼里没有杂事，只有修炼能力的素材。第2层修炼，把职场当跳板，构建可复制的个人系统。罗伯特·清崎在《富爸爸穷爸爸》里，将人的收入分为4大象限：E. 雇员 S. 自雇者 B. 企业主 I. 投资者。打工属于第1象限 E， 而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的向右侧象限移动。一个朋友早年在珠三角一家游戏机品牌的直营公司工作，他没有仅仅满足于完成销售 KPI， 而是花了4、5年时间，把公司的整个业务系统摸了个透。产品从哪里来？如何定价？经销商的门槛是什么？需要多少启动资金？如何选址？如何运营？他把公司当成一个透明的商业案例来研究。时机成熟后，他辞职单干，成为该品牌的经销商。如今在全国开设了20多家门店，成功从 E 象限跃迁到了 B 象限。这就是把职场当跳板的思维。你不是在为公司打工，公司是在为你的个人系统提供一个低风险的实验室。你看待工作的视角决定了你最终能从中带走什么，是仅仅带走一份薪水，还是带走一套可以复制的赚钱机器？第3层修炼，将工作产品化，放大你的个人品牌。在这个时代，最厉害的积累是将你的能力和经验
转化为可以被多次售卖的产品。作家余华有一次被采访，问他现在靠什么生存，他笑着说：“我靠活着，活着。”这本书就是他的产品，每年都在为他产生源源不断的版税收入。这就是积累的最高境界，你的作品在你睡觉时依然在为你工作。对于普通人而言，开启这条路的最好方式就是自媒体。我认识一个博主，他最初只是用 Vlog 记录自己作为打工人的日常，分享职场经验和感悟。1年后，他积累了20多万粉丝，广告收入远超他的本职薪水。他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：“我从来不觉得我在打工，工作只是我的素材来源。”他成功地将自己的日常工作产品化成受欢迎的内容。这条路需要我们刻意培养几项核心能力：写作能力、清晰思考的基础、表达能力、有效沟通的桥梁、镜头表现力、放大信任的媒介，以及销售能力，实现价值的闭环。这不是要求你成为网红，而是要求你具备将自身价值产品化并销售出去的意识。从0到1的作者彼得·蒂尔说：“不要去做别人都在做的事情，而要去构建别人无法复制的价值。你的职涯复利就是那个别人无法复制的价值。”从今天起，请重新审视你的工作，问自己3个问题：一、我今天的工作除了薪水，还能为我积累下什么？是一项新技能，一个新认知，还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脉？2、我能否将正在做的事情提炼成一个方法论、一个模板、一篇心得，分享出去，变成我的作品？3年后，如果我离开这家公司，我能带走的，除了履历上的一行字，还有什么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核心资产？这个世界从不缺努力的人，缺的是懂得积累的聪明人。别再让你的才华和时间在日复一日的消耗中贬值，把每一天的工作都当成是为你未来10年后的自己存入一笔价值储蓄。因为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，不是你起点在哪里，而是你的努力是否在以复利的方式持续增长。停止单纯的消耗，从现在开始为自己而工作，为未来而积累。